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门大同你的频道啦。新手拍摄 vlog 的话，需要哪些必备的设备呢？那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5件新手拍摄 vlog 必备的装备吧。那第一件最重要的就是一台趁手的相机。那什么是一台趁手的相机？那拍摄 vlog， 那它就应该是一台适合拍摄 vlog 的相机。那我这边会推荐那些比较小巧的相机，比如像索尼 ZV-1 或是佳能 G7 Mark 3这种的相机。为什么呢？因为像这种相机的话，它非常的轻巧，无论你是拍摄低角度、高角度或是自拍的时候，其实它都是非常合适的。然后你经常会出去旅行的时候，把它带出去，也不会觉得它是一种负担。你如果一开始想说一步到位，花大价钱买像什么 A7M4啊，或是一些全画幅单反，比如佳能 R5、R6这种，当然它的画质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要想那台机器加上一个镜头，它多么的沉重，你确定你能把它带出去举得非常久吗？所以我这边推荐是相对小巧轻便的相机。那还有同学会说，那为什么我不能用那种手机拍摄呢？手机的话，它当然也是非常的轻便，非常好拍。那手机它有一个问题，你手机的话，你可能经常要接打电话、发短信啊，它首先它的电量不允许你经常去长时间的录制，加上如果你拍的是 4K 或是一些 1080p 高帧率的话，其实它占用的手机量的内存量是非常大的。你每天要清手机不说，而且你在剪辑的时候，不出意外的话，你还是得导入到电脑里。所以我觉得手机是不适合日常去剪辑或是去拍摄一种设备，它只适合一些瞬间的记录，然后一些片段来使用。那第二个我觉得必备的设备的话，那就是这种小型的三脚架，或是这种可以蓝牙的手机支架。那为什么说这种支架是必备的呢？比如说我们在拍摄 vlog 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想要，比如说我坐下来吃饭啦，然后把相机放在旁边，记录你真实吃饭的时候的样子，或是说，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不可能一直举着手机的时候，那你肯定会需要个支架。还有最重要是，当你在边走路想要自拍，对住相机讲一些你的感想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你肯定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支架，然后让你的相机跟你的人脸有一个距离，不然整个屏幕里面有可能都是你的脸，所以这是不太好的。其次的话，现在这种支架的话，你用支架去支住的时候，你在行走的时候，说句实话，它的抖动会比较小一点，不会像说你之前拿住相机这样子走，其实上下轴的这个抖动还是非常大的。那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像支架这种东西，我觉得你不要买太大，就买这种非常小、非常轻便，然后可以摞在你相机底部的这种八爪鱼架也好，或是这种蓝牙手柄也好，我觉得都非常合适。那拍摄 vlog 第三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拍摄画面很重要，画面的稳定也很重要。那经常忽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收音非常重要。那收音的话，我这边非常建议大家去购买那种有蓝牙的收音，像我现在用的这种小蜜蜂领夹式的收音装备，或是说比如说像我现在给大家看这款索尼的这种也是半领夹式的收音装备。那这种装备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线，然后我们在室外拍摄的时候，我这边只需要在领夹它夹好，然后在相机那边给相机装上它的接收器之后，我就可以在离相机比较远的地方都能讲话。比如说有些朋友在一些景点做自我介绍或是介绍景点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离相机比较一定远的距离的，而且像这种领夹慢你加上去完全不会有任何负担，非常的舒服，而且它的收音效果是非常好的。你基本上对住这边这么近的话，你如果再加上一个小蜜蜂上那种毛的话，其实你周围的杂音基本上都会过滤掉。那你在观众面前，或是说在你自己观看你的 vlog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声音非常清晰。那清晰的声音才能让大家了解你的故事，或者说了解你想说的东西，才会让你自己个人的魅力更加的体现。vlog 不只是说你要去拍什么好玩的东西，还要更重要的是展示你自己的个性，所以我觉得收音非常的重要。那第四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有一台非常趁手的剪辑设备。我们在外面拍摄完非常多的素材之后，有时候会发现，这素材这么多，要如何整理啊，如何去剪辑啊，都非常的烦恼。那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是一台手机来剪辑的话，说实话那么多片段，你单单要去选择的时候，去排序的时候就非常的困难。那这时候你肯定是需要有一台比较好的剪辑设备。剪辑设备的话，如果我们只是拍摄一些日常的 vlog， 比如说我们拍到最高，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拍 1080p 的高清，那有可能你会想说我要拍 4K 30帧或是 4K 60帧的一些视频，如果它的码率不是太大的话，其实它的数据量对于普通的电脑来说其实还是够的。那现在电脑的价格也是越来的越低，有些4-5千块钱的一些笔记本电脑，或一些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华为或是小米的那些笔记本电脑，其实它对于一些普通剪辑软
软件它是绝对够用的。所以这边我再回到第一点，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先花那么多的钱去买非常高级的装备，而是先去买一些比如说比较便宜的相机，然后把省下来的这部分钱去买一台比较好的剪辑设备。剪辑设备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把这么多素材整理好，然后放到电脑，你去各个片段回换，然后再把它组织合在一起，然后电脑的流畅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电脑在回换的时候一卡一卡的，你连剪辑的乐趣都没有，你连片段它里面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会把你的这个 vlog 剪好呢？所以一台合适的剪辑设备在我这里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这边建议大家一定要去选购一台配置还不错，能够满足你日常剪辑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也好，台式机电脑也好，看你们自己的喜欢。那最后一点的话，我会建议说还需要一个灯光，当然这边灯光只是我随便拿了一个这样子的大排灯。我们在户外拍摄的时候，有时候如果不是晚上的话，自然光线其实是完全够用的，这时候你不需要灯光。但是有些朋友喜欢晚上拍摄，或是有一些在室内啊，他喜欢去探店一些拍摄的时候，那么你有可能需要在你的相机的旁边装上一个小小的补光灯，因为这小小补光灯你感觉它很小，但是它实际上给你把你脸上的阴影全部照亮之后，不仅你人拍的好看，然后能够让大家看清楚主角是谁。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是我在室内做一些美食节目啊，或者是一些美妆视频，那灯光绝对是不可避免的。那可能最基础的灯光就是像这种大排灯打到脸上，打2盏，把整个脸打亮，然后让观众看清楚你的脸和你想要展示的主题是什么。那如果需要专业一点的话，你可能就需要买，比如说像爱图仕的灯，或是神牛的灯，然后那种灯就是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场地，但是它制造出来的柔光效果是比较好的。当然我们要根据不同 vlog 的视频来决定你是否需要灯光，但是我个人是认为可以备一盏，在大部分时候上其实是能够帮助非常多的。那么那同理现在给大家介绍了5种新手拍摄 vlog 必备的装备之后，那很多朋友会讲，那我还需不需要？比如说像我很喜欢航拍，我想买个大疆的无人机啊之类的，我觉得我可以出去航拍啊。然后那这边我其实建议航拍器其实是可以买，但是航拍器我自己其实到现在都一直没买的原因就是它有很多限制，有些地方是不能飞的，因为它可能怕伤到人群啊，甚至还有些景区它也不让你飞。像在欧洲的话，其实人飞的地方相对比较少，一般只有一些非常非常自然的景观你可以去飞，像在市区这种场景基本上是不能去拍的。所以你买无人机其实实际上利用率是比较低的，对于刚刚新手拍摄 vlog 的来说，你应该把钱花在都比较有性价比的地方，和把钱花在一些体验上，然后或是一些能够让观众眼前一亮的一些场景吧。所以这些都是需要用钱的。我觉得说，所以 vlog 的话，其实做的内容远比你拍摄的完美度好，也许拍摄比如说质量差了50%，但是内容好上了1倍以上，我觉得观众其实会更喜欢看内容呢。那希望门大同理这期视频对大家选购 vlog 设备有一些帮助吧。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